星期五的晚上，陸星和蘇佑請朋友們一起吃晚飯。他們選了一家非常漂亮的新餐廳，大家都說好。白墨和夏晴也來了，大家很久沒見面了，本來應該很高興，可是朋友們剛坐下就開始拿出手機。陸星發現，有的人在看新聞，有的人在看電子郵件，還有的人在安靜地玩手機遊戲，沒有人說話。餐廳裡放着好聽的音樂，但是他們的桌子卻非常安靜。蘇佑想和大家聊天，可是大家都在看屏幕。服務員走過來問他們想吃什麼。白墨一邊看手機，一邊隨便點了一個菜，他根本沒看菜單上的名字。過了一會兒，熱乎乎的飯菜終於送來了。菜的味道很香，看起來也特別好吃。陸星覺得肚子很餓，可是大家沒有馬上拿筷子吃飯，除了蘇佑，其他3個人都拿起手機，開始給桌子上的飯菜照相。夏晴為了拍出一張好看的照片，站起來拍了好幾次。他還用了5分鐘把照片發到網上，等別人點讚。蘇佑看着大家，覺得有點生氣。他覺得好朋友一起吃飯，最重要的事情應該是面對面的說話聊天。於是，蘇佑突然站起來，拿出一個空的小籃子，他把籃子放在桌子中間，大聲地對所有的朋友說：“我們來玩一個特別的遊戲吧。如果大家同意，我們今天晚上一定會度過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周末。”大家都抬起頭，奇怪地看着他。陸星問：“什麼遊戲？需要用手機嗎？我剛才正在回復老闆的信息。”蘇佑笑着說：“這個遊戲非常簡單，從現在開始，每個人都必須把自己的手機放進這個小籃子裡。”夏晴聽了，馬上變得很緊張。她說：“不看手機，或者如果有重要的人給我打電話，我該怎麼辦呢？”蘇佑回答：“雖然不看手機有點難，但是我們必須試一試。吃飯的時間不會有什麼太着急的事情。”蘇佑繼續說遊戲規則：如果有人忍不住第一個去拿籃子裡的手機，那麼今天晚上的飯錢就由他付。聽到誰拿手機誰就買單，大家覺得這個挑戰很有趣。為了不付錢，白墨第一個把手機放進了籃子。接着，陸星和夏晴也把手機放了進去。最後，蘇佑把自己的手機也放進去，然後把籃子推到旁邊。前10分鐘，大家都覺得很不習慣。白墨的眼睛一直看着籃子，他覺得自己的手不知道應該放在哪裡。夏晴的手機突然響了一下，他差一點就要站起來去拿，可是看到大家都在笑他，他又坐了下來。因為沒有屏幕可以看，大家終於開始認真吃飯了。陸星吃了一口魚，高興地說：“這道菜真的太好吃了。”白墨也同意：“是啊，我剛才點菜的時候都沒看清楚，原來不用眼睛一直盯着手機，飯菜會變得更香。”他們慢慢地開始聊天，夏晴分享了她最近去旅行的有趣故事。她說她在海邊看到了一隻特別大的海龜。白墨給大家講了他工作中的笑話。
大家聽了以後都哈哈大笑起來，餐廳裡充滿了他們快樂的聲音。越聊天，大家覺得越輕鬆。他們發現，真實的面對面交流，比在手機上給別人的照片點讚好玩多了。2個小時過去了，桌子上的菜都吃完了，沒有人記得籃子裡的手機，也沒有人覺得無聊或者想回家。到了結賬的時候，服務員拿來了賬單。蘇佑看着大家問：“那麼，今天晚上到底是誰第一個拿了手機？”大家互相看了看，突然發現，整個晚上誰也沒有碰過那個籃子，手機一直安靜地躺在裡面睡覺。陸星笑着說：“看來我們都贏了這個遊戲，既然沒有人犯規，今天晚上的這頓飯還是我和蘇佑請客。”走出餐廳的時候，夜晚的風很舒服。夏晴說：“這個遊戲太棒了，以後我們每次聚會都應該這樣做。”白莫也點頭同意。他發現，只要放下手機，生活裡其實有很多美好的人和事就在你的身邊。從那天起，他們有了一個新習慣，只要好朋友一起吃飯，手機就會乖乖地在籃子裡休息。一位穿着傳統旗袍的茶藝師熱情地歡迎他們，並邀請他們坐在木椅上，準備為他們泡一杯新鮮的春茶嘗嘗。茶藝師泡茶的動作非常優美。他先用熱水洗茶杯，然後把綠色的茶葉放入茶壺，倒入熱水，茶香立刻散發出來。凱文和卓雅各喝了一小口，茶水入口非常甘甜，喉嚨覺得特別舒服。凱文高興地說：“這個茶的品質真的太好了。”凱文決定買2包這種高品質的西湖龍井茶。除了茶葉之外，他還想買一套精緻的茶具送給媽媽作為生日禮物。茶莊的一角展示着很多瓷器茶具，有些茶具上畫着美麗的荷花，有些畫着清脆的竹子，看起來都非常漂亮。卓雅指着一套淡藍色的陶瓷茶具說：“你看這套怎麼樣？顏色非常溫柔，而且上面的梅花圖案代表着健康和長壽。”凱文仔細觀察了這套茶具，覺得它手感細膩，大小也很合適。媽媽用來泡茶一定很方便，他非常喜歡這套茶具。他問茶藝師這套茶具的價格，茶藝師說現在店裡正好有周末活動，這套茶具打8折，而且免費贈送精美禮盒。凱文覺得價格非常合理，於是高興地付款買下了茶葉和茶具。茶藝師用紅色的絲帶把禮盒包得非常漂亮和喜慶。拿着買好的禮物，他們走出了茶莊。現在已經是下午1點半了，他們2個人的肚子都開始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。凱文笑着說：“我們去吃午飯吧，我知道這附近有一家很有特色的小吃店，他們的特色小籠包在當地非常出名。”卓雅聽到小籠包3個字，眼睛立刻亮了起來。她非常喜歡吃面食，特別是那種裡面有美味湯汁的小籠包。他們穿過老街的石板路，來到了那家叫風味居的小吃店。雖然已經過了午飯時間，但店裡依然有很多顧客。運氣很好，正好有一桌客人吃完離開，
他們順利地坐到了靠窗的座位，從窗戶往外看，可以看到熱鬧的街道。凱文拿過菜單，點了一籠鮮肉小籠包，一籠蟹黃小籠包，還點了2碗熱氣騰騰的牛肉粉絲湯和2盤清爽的小菜。沒過多久，服務員就把食物端了上來。小籠包放在竹蒸籠裡，白白胖胖的，看起來非常誘人，熱氣在空中飄散。凱文示範了吃小籠包的正確方法，先輕輕咬開一個小口，慢慢吸掉裡面鮮美的湯汁，然後再蘸着醋吃掉。卓雅按照這個方法嘗了一個，覺得味道真是太棒了，湯汁鮮美而不膩，肉餡緊實有彈性，她忍不住連連點頭讚嘆。他們一邊享受着美食，一邊聊着關於中國飲食文化的趣事。凱文說，小籠包不僅好吃，還體現了制作人的精湛手藝。吃飽喝足之後，他們坐在椅子上休息，窗外的陽光灑在桌子上，暖洋洋的，讓人覺得渾身放鬆，心情十分愉快。卓雅看了看時間，已經是下午3點鐘了。她提議說，我們去老街後面的創意市集看看吧，聽說那裡有很多有趣的東西。凱文非常贊同，他們結了賬，走出小吃店，順着指示牌往市集走去。市集設立在一個舊工廠改造成的藝術園區裡。一進園區，他們就被牆上五彩繽紛的塗鴉吸引了。這些塗鴉畫得非常生動，有可愛的動物，也有抽象的現代畫。凱文拿出手機，幫卓雅在塗鴉牆前拍了幾張照片。照片裡的卓雅穿着紅裙子，笑得非常燦爛，背景也十分美麗。市集裡面人山人海，各個攤位上擺滿了手工製品，有手工做的蠟燭、皮包、陶器，還有很多設計奇特的飾品。卓雅在一個專門賣乾花耳環的攤位前停了下來。這些耳環是用真的花朵經過特殊處理做成的，保留了花朵美麗的顏色。攤主是一位年輕的姑娘，她熱情地向卓雅介紹每種花代表的意義，比如玫瑰代表愛情，而雛菊代表着純潔和快樂。卓雅選了一對黃色的雛菊耳環，她覺得亮黃色的耳環可以給平時簡單的打扮增添一點活力，而且價格也不貴。凱文則在旁邊的一個舊書攤上發現了幾本關於本地歷史的老畫冊，這些畫冊裡有很多珍貴的舊照片，記錄了城市的過去。凱文對歷史非常感興趣，他捧着畫冊看得津津有味。書攤老闆是一個慈祥的老爺爺，看到凱文喜歡，便主動跟他聊天。老爺爺給凱文講了照片裡那些老建築背後的有趣故事，凱文聽得十分入神，覺得這些故事比書本上的歷史更加生動。凱文決定買下2本最喜歡的畫冊。老爺爺很高興遇到了懂得欣賞這些書的人，特意給凱文便宜了5塊錢，還送了書籤。走出市集時，太陽已經快要落山了，天邊的晚霞紅彤彤的，把整座城市都染成了溫暖的金紅色，景色非常迷人。街道上的路燈慢慢亮了起來，和晚霞的光芒交織在一起，空氣開始變得有些涼爽。他們裹緊了外套，繼續慢慢往前走。
卓雅笑着對凱文說：“今天真的太開心了，不僅買到了漂亮的衣服和鞋子，還逛了這麼好玩的市集，收穫真多。”凱文點頭表示同意，他說：“是的，平時工作太忙了，周末能和好朋友一起這樣在街上走走聊天，真的感覺很輕鬆。”他們走到了老街出口的一家手工面包房門口，剛出爐的面包散發着濃郁的黃油和麥香，讓人聞到後覺得非常幸福。雖然肚子還不餓，但他們還是決定進去買幾個面包作為明天的早餐。店裡的裝潢很溫馨，暖黃色的燈光顯得很舒適。卓雅選了2個紅豆面包，凱文則選了一個法式長棍面包和2個羊角面包。售貨員仔細地把面包放進牛皮紙袋裡。提着大大小小的購物袋，他們慢慢走向地鐵站。晚上的風有些涼，但是他們的心裡卻因為今天的陪伴而感到很溫暖。凱文看着卓雅手裡紅色的購物袋，笑着說：“你下周穿上這件紅色的連衣裙去開會，一定會給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。”卓雅也笑着回答：“希望如此吧。我也相信你的媽媽收到你送的茶具和龙井茶時，一定會非常開心。這禮物很有新意。”走着走着，他們來到了早上面見的那個地鐵站出口。白天的熱鬧漸漸散去，晚上的地鐵站顯得稍微安靜了一些。凱文對卓雅說：“今天謝謝你陪我逛街，幫我出主意選禮物。如果沒有你，我可能買不到這麼合適又漂亮的茶具。”卓雅擺了擺手說：“不要客氣，今天我自己也買得很開心，而且能跟你一起吃這麼美味的小籠包，我覺得很滿足了。”2個人在檢票口互道再見，凱文叮囑卓雅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，到家之後發個微信消息告訴他，讓他放心。卓雅笑着點頭說好，然後走進了地鐵站。凱文看着他走下電梯，自己也轉身走向了回家的公交車站。坐上回家的車，雖然身體有些疲倦，但心裡充滿了快樂。這就是和朋友一起逛街的快樂，簡單而又美好。